普自诩为和平大使，和平大使最近呢变成了石油贩卖超级业务员，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带您快来看。嗨，大家好，我是治愈。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中美之间，你觉得剑拔弩张？你觉得川普现在呢，好像抓着他的经济制裁，抓着关税大棒，好像让全世界国家都得要听他的。但是呢，他最近的动作好像被大家看出了一点点的机会。现在已经有专家说，中国应该要把握这个机会，说不定有机会在地缘政治这盘大局当中扳回一城。到底发生什么事？我们今天就带您来看了哦。好，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个川普最近干了什么好事呢？他最近这个大发厥词说，诺贝尔和平奖应该要颁给我吧，我解决了世界上多少的冲突就靠我好，他说他上任以来避免了6场战争，他就说他可以搞定。好，那你就要开始帮他算了哪6场战争是厉害到你可以拿诺贝尔和平奖他说你看看那个印度跟巴基斯坦是不是我搞定的？好，严格来讲，好，算你搞定的。他说泰国跟柬埔寨是不是我搞定的？好像也是你搞定的。然后他就说了，你看看这个以色列跟伊朗是不是我叫他们闭嘴？好像也是。然后就说还有什么卢安达跟刚果民主共和国，他现在呢，这个美国也要帮他们弄一个和平协议。好，以上4个算是都你搞定的，但是还有2个，这个川普呢已经大发厥词说，我这个1个礼拜搞定，我这个30分钟搞定，但就是还没有搞定。好，一个是普丁他搞不定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冲突到现在呢还在持续进行式当中。另外一场呢，就是你的好朋友以色列一直欺负巴勒斯坦，你就是搞不定。好，我们看以巴冲突呢，至今也没有完全落幕。所以呢，这个川普说我搞定了6场战争。4场算你的，还有2场还没搞定，所以呢，其实这感觉川普这不太开心，因为呢，这会影响到他拿到那场诺贝尔和平奖。所以呢，最近你看到他希望把这6场战争全部搞定。他最近呢就讲了这个俄乌这个普丁不听话不听话那没关系，我就继续帮助乌克兰，我就看你普丁撑到何时。近来呢，你看到美国跟这个北约他们呢又这个有一个新的这个协议了。这个协议呢就是呢，他说我要持续的供给乌克兰武器那你怎么给他的武器嘛？那你看这些北约国家或欧洲国家都已经，人家讲一句话说救急不救穷嘛，对吧？你这乌克兰你这没有尽头的一直支援你就不对嘛，对吧？所以呢，你就看到了这个现在呢，美国又拉着北约，就说好，来我们再继续支援他。那怎么个支援法呢？他说，你们北约出钱，北约出资金，然后跟我买武器，跟美国买武器，然后我们把武器呢给乌克兰。好了，那这个钱哪里来？北约的资金，或者呢，他就交给这个北约的一个这个秘书长吕特，他说你就协调这些北约国家，看这一笔订单，你德国出。那笔订单你法国出，那一笔怎么样，用什么样的资金，反正你们要么出钱要么捐钱都可以啦，反正你就是跟我美国买武器，然后给乌克兰。好，问题是谁还有那么多这个哪里来的资金要这个无限的支援乌克兰？不晓得，但反正现在美国找上了这个北约，说反正我们用这个方式要支援他。美国很特别这个支援别人就是用别人家的钱然后呢跟我买武器，我又赚钱，然后我再支援乌克兰，然后最后呢跟乌克兰说，你看都是我帮你的，我叫他们来支援你。很厉害，好，谈判高手。好，那除此之外呢，这个另外一方面，我继续这个美国支援乌克兰，另一方面要跟俄罗斯施压，所以你就看到川普他就讲了，他就说这个普丁，我给你限时，最早他说我给你50天的时间，你立刻给我这个撤军，你给我停火。好，然后呢这个不理他，没听到，然后继续呢每天轰炸。于是呢这个川普很生气，他说我给你50天太久了，我现在呢只给你最后10天的时间，8月8号你就给我立刻停战。好，他说你如果不停战的话我现在要开始制裁你，经济制裁，而且呢还有2级制裁，除了制裁俄罗斯之外，还要制裁所有跟俄罗斯买油的国家，中国、印度、土耳其。他说就是因为你们跟俄罗斯买油，让他有钱呢就继续的打这个乌克兰，所以呢现在我要制裁俄罗斯，制裁你们所有
跟俄罗斯站在同一阵线的国家。好，那你就看到了现在啊，的确啊，跟这个俄罗斯买油，目前为止呢，这个中国是买油第一名，一天呢平均的一个日均进口量大约是200万桶或210万桶左右的一个原油，所以呢，等于啊，这个跟俄罗斯买了很多的油，那间接的支援了很多俄罗斯的经济，让它不至于崩溃。也就是说呢，俄罗斯在被拖入了战争的泥沼当中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整个经济国家崩溃，要谢谢中国买了很多油。好，那于是呢，你就看到了现在啊这样讲，川普就说了，我要制裁你们，你们就不准再卖油给他。然后呢，这个俄罗斯也不是吃素的，俄罗斯的前总统啊，这个梅德韦杰夫他就讲了，他说他说你这个美国，你不要以为我们俄罗斯是伊朗，你不要以为我们是以色列，我们不是同样等级国家，我是大俄罗斯。所以呢，他说你不要威胁我，他说如果你敢这样威胁我的话，我们就是朝战争的方向迈进。哎呦，居然有人敢直接呛川普，说你敢这样威胁我，我们大不了就是跟你一战，听起来有点恐怖了。所以呢，你就看到了这个川普啊，马上他说，我也没在怕你哦，所以他就说，那我就以免你不是说说而已，以免真的要爆发战争。所以呢，现在你看到这个俄罗斯啊，这个川普先生呢，他就立刻派了美国的潜舰。核子潜舰到了适当区域去，因为他说要牵制俄罗斯了，所以你看到了这个川普为了他的诺贝尔和平奖，现在做了很多的布局哦，还要跟人家呛来呛去，然后还要部署核子潜舰，然后就是要逼这个普丁立刻住手啊！那当然呢，你看到同时间很妙哦，刚提到了这个川普就讲了，他说俄罗斯可以撑到现在，就是他背后站了好多人嘛，对不对？特别站在后面那个最大的就是中国嘛，所以呢，他说中国站在俄罗斯的背后给他当靠山，所以呢，俄罗斯到现在都还不住手。不止如此，就在美国说那我也没在怕你，我就核子潜舰就去了适当区域部署起来的同时。8月份，中国跟俄罗斯即将有一场联合军事演习。中俄之间呢，他们的关系啊是越来越紧密哦。特别呢是在这个俄乌开战了之后，俄罗斯呢非常依赖中国，所以呢两国之间呢好像又更是非常 close。好，于是呢他们每年都有这个中俄之间的联合军演哦。去年呢是在南海军事演习，今年到了哪里呢？今年的一个这个演习区域要在海参崴周边的一个海域上，这个地方很靠近日本海，所以呢，中俄要在这联合军演，哇，这个日本紧张的要死啊，不得了了，不断的一个这个到处去说，你真的要在这里吗？你这样子这个威胁了区域和平等等等哦。但是呢，中俄之间呢，这个军事的合作还是非常紧密。各有各的原因，俄罗斯当然有他这个希望拉住中国，让他呢可以跟这个美国抗衡，继续跟乌克兰作战。那中国呢，刚好美国也在针对他，所以呢，跟俄罗斯当然算是一拍即合啦。但之间有小矛盾，我们再来讲。但是你就看到了8月份中俄之间的军演，9月份呢，中国将会有一场大阅兵。然后呢，川普有没有可能到中国去拜访呢？我们大家也都在看哦。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盘棋哦，这个地缘政治互相牵动，其实非常逗趣哦。不能讲逗趣，很有意思，很精彩。那当然呢，你看到了现在川普说，这个你害我拿不到诺贝尔和平奖，就是因为普丁不住手。普丁不住手，就是因为习近平帮他。所以呢，他现在就开始直接骂到中国了。他说你们就是要持续的帮俄罗斯，然后甚至呢，最近看到了这个美国的一个这个外交使节，他在联合国大会当中，他做了一个演讲。这个演讲呢，就直接明明是在讲俄乌怎么收场，讲到最后一直在骂中国，然后就是骂中国在后面帮忙，甚至呢还讲说中国把自己的巡弋飞弹的技术通通交给了俄罗斯，让俄罗斯呢他有办法继续发展他的一个飞弹技术。这番话当然我们要这个值得商榷了哦。中俄之间你说好的不得了，但是你说要好到把自己核心的军事技术无私的贡献，好像也是没有那么高的可能，我们可以再来看看。但是呢，这个美国就这么说了，所以呢，他感觉就是要把中国跟俄罗斯把他们画上等号啊，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他就不断的告诉中国说，你就是不要再帮俄罗斯，不然你应该要出手阻止普丁，让他快点停战哦，等等等。那这个在
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一个副代表耿爽，以前那一位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哦，耿爽就讲啦，说这个美国啊叫做无聊的指责游戏哦，这个一天到晚就说什么都是中国的错啊，什么都是中国的错。好，哪一天呢，这个美国流浪汉很多，可能也是中国的错，哎，还有本事把它牵过去。但是呢，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你就说，哎呀，这不就是现在地缘政治吗？这不就是这个川普现在呢希望可以名留青史，他想要拿一座诺贝尔和平奖吗？但是我们来看，川普最近有一个动作，就让这个分析家看到了一点点，好像中国如果从这个地方见缝插针，就有机会在地缘政治学上扳回一局。什么事啊？美国对巴铁下手了。美国呢，他去跟巴基斯坦，谈了合作了。我们一开始就讲了，近来啊，印度跟巴基斯坦啊，这个开战嘛，这个感觉很冲突。那美国也从中叫他们的双方冷静住手。好，那于是呢，川普说，你看都是我的功劳，对吧？好，那你既然让印度跟巴基斯坦住手之后呢，这个川普呢就叫了巴基斯坦的这个陆军参谋长到美国来，两个人有一场高达2个小时的会谈。就觉得好妙哦。川普呢，通常这个人是眼睛长在头顶上，他都是看高不看低，他怎么会去跟一个巴基斯坦跟美国比较起来，这是一个小国家，跟一个小国家又不是什么样领导人，他是陆军的参谋长，两个人呢，这个屁事密谈了2个小时，然后呢，2个小时谈什么呢？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呢。但是谈出来了之后呢，哎呀，很奇妙哦。谈出来之后呢，这个巴基斯坦的一个参谋长就说了：“我决定，对着所有世界媒体说，我决定我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要去提名川普总统成为下一届的诺贝尔和平奖，因为他做了很多功在世界的事情啊。”大家觉得好奇妙，你们俩到底谈了什么啦？好，那当然呢，谈了这件事情，他说要提名他之外。事后大家看到白纸黑字出来了，哎呀，原来是这个美国跟巴基斯坦他们要共同开发石油资源，有一个叫美巴石油协议。美国呢，他要去帮巴基斯坦开发当地的石油资源，现在呢正在物色到底要再找这个美国哪一个石油公司去巴基斯坦帮忙。然后这件事情就很奇妙，因为呢，他除了要共同开发石油之外，要共同开发矿产资源，然后呢要共同的合作这个数位货币，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经济发展，然后你就觉得，什么意思啊？巴基斯坦这个是中国的铁杆兄弟，是巴铁耶，怎么现在跟美国走得这么近啊？而且你们还要共同开发石油资源，明明巴基斯坦是一带一路很重要的一个支点，中国跟巴基斯坦有一个中巴经济走廊这样的一个经济合作计划，怎么突然间现在巴基斯坦转弯看向美国，大家就觉得好奇妙哦，是不是这个美国打算在巴基斯坦这个地方着力，然后来牵制中国呢？我就抢你的朋友之类的一个概念哦。但是呢，这件事情让大家看到了现在川普在干嘛？他在帮他的石油好朋友们找合作对象，找新的市场，找新的石油矿产。大家就想的啊，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他们快要选举了啦。那现在这个选举呢，这次有点紧张，因为呢，这个川普不是跟马斯克有点闹翻吗？那马斯克说我组一个新党，未来就要抢你们的席次了。那怎么办呢？这个川普只要赶快巩固他共和党的这些好朋友们呐，要这个笼络他们的一个票源呐。那他的石油好朋友，都是石油公司大老板，都是他的好朋友，都是他的金主，都是他的票。所以他现在说我要 hold 住他们，因为他们也都是马斯克的朋友，都有钱人，都是好朋友，所以呢，我要 hold 住他们，我就要赶快帮他们找合作对象，赶快带他们去赚钱。他们带着这个石油好朋友到了巴基斯坦去赚钱，大家就说中国赶快来围观啊！围观什么？这就是机会啊！现在川普急着要巩固他的票，要让他的石油好朋友们赚钱，那你这个中国怎么还要跟俄罗斯买油？你应该跟美国买油啊！人家就说不对啊，中国跟美国不是好朋友，我干嘛跟他买油？干嘛钱给他赚？我跟俄罗斯买很便宜的油，不是更好吗？错，你跟俄罗斯买油当然很便宜，便宜的油这是表面上的价值，但是实质上你为了买俄罗斯便宜的油，你付出了多少代价？你被美国一天到晚指着骂，然后人家说你就是这样子
跟这个战争国家为伍，你就是支持俄罗斯，所以你付出了非常多的代价。接下来很可能也为了买俄罗斯的油，你必须要课高关税等等等。所以呢，俄罗斯的油叫做表面上便宜，实质上很贵啊，因为你要付出很大代价。那你去买美国的油呢，表面上很贵，但是你可以用一个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来，我跟你买。那你川普去帮我跟你的石油好朋友讲，我要跟他们买油，哎呦，那不一样了，我是给川普面子，我看在你的面子上跟你朋友买油，我钱给他赚，哇，那这个川普又得意了啊，这又是我的攻击，对不对？所以呢，有人这样讲啊，这个中国呢，如果把这个石油交易拿来当成谈判桌上一个很棒的筹码的话，那就是正中下怀。因为现在川普需要这样的一个成绩单，你跟他买油，表面上美国的油很贵，实质上你可以得到很多想象不到的好处，你有很多不一样的事情，你可以跟这个川普谈判，你会觉得说，哎呦，你看我这个地方让你这么多，我都帮你的好朋友了，那你这些谈判关税是不是可以降下来？什么样的交易是不是可以给我一点方便哦？所以呢，这两相权衡之下，或许中国我们接下来会看到又会开始跟美国采买石油资源，我们就来看看这会不会呢是大家看到的机会。中国跟美国之间的一个关系呢，会不会也出现了一些转机？就让我们看看。不过呢，今天想跟大家讲的是，我们就来好好的看一看，到底川普能不能得到他心心念念的那座诺贝尔和平奖。好，这是今天帮大家整理的内容，希望你喜欢喽。我们下回见，拜拜。